大家好，挖深進行清淤後的河道，目前這樣的清淤深度呢，遇到停水期時，符合預期多了一點蓄水的功能。至於要將這些因為颱風滑落河道的瓦片清起來因為是粗活，效率與省事就更為重要。因此，日前在牆的隔間兩側將瓦片立起來，做出了便道，就繼續延伸到河道這裡來。最大的好處就是縮短搬運距離也因為瓦片數量很多，每間都需要幫忙負擔堆放瓦片搬運過來的完整瓦片就暫時拿來堆砌菜床，至於碎瓦片則集中堆放在一間。這樣緩速整理的過程是得在自己找結構因為問家族長輩，每個人的成年記憶呢都會有很大的落差，所說的結構通常落差不小，但是有些設施倒是比較清楚只是記憶的位置也隨着時間產生挪移。豬舍這10個隔間，一共有3個出水口，隔間之間呢靠地勢與預留的孔洞，讓每個隔間都有方便清洗的出水口現在這則是用沉水馬達抽水，直接找排水孔的位置，而這可以直接插電的中大型沉水馬達，則進入了日後取水安排的布局中。找出最後的出水孔後，後續的動作就可以加快了。這位置需要清理的是野生藤蔓的根系不但非常粗，還蔓延得非常遠。最後1里路就沿着河道水泥壁面挖掘，慢慢將淺長的根系逐一刨除。進一步清淤後，才發現原本以為已經挖很深的淤泥，在沒水時呢，清到了底面水泥才知道還有一段淤泥可以堪使用。而這個位置為何先挖得特別深，可以說是受人點滴、泉湧以報的回應當初要清理河道裡的瓦片時呢，借用了現在種植玉米的空間來堆放瓦片。人家給的方便，那就還一點方便回去挖深後取水方便之外，還會多了一點蓄水功能。而在清淤的過程中，慢慢感覺到不對勁這河道右側清起來的位置，越往前走越窄要沿用瓦片在河道旁圍出菜床的規劃，又得繼續改動用途規劃了。在進行變動用途前，來看一下人站在豬舍內的視角。慢慢的，第一個蝴蝶效應出來了，更前方的位置也有人開始整理環境了。這區塊儼然自動形成的聯合開發區了，感覺會是越來越有戲的場地。而河道裡也出現了野外生存的戲碼。聽見了落水聲之後呢，往水裡一看發現的是魚與泥鰍上演的生存之戰這可以算是第2個蝴蝶效應。而這個現象在影片最後還引動了第3個蝴蝶效應。
而這位置因為土壤是挖起來的淤泥，為了先測試土壤的狀況，比較少蟲害又不需要時常管理的作物會更適合。而在鄉下，很多田地旁也都會家庭式的種植蒜頭。天氣降溫後，蒜頭出芽的速度可以很快了，暫時就先不種植適水作物。河道這一側，因為種植的是玉米，玉米比較適水啊。清淤後，隔壁叔叔說取水變得更容易啊。而豬舍外牆的部分，暫時可以先擱置啊，得先將上方這些粗竹管搬下來，才方便補設施。從內部來看呢，可以看到光是完整的瓦片數量就不少。雖然現在設置菜床的方式，一個隔間可以種植的空間被瓦片壓縮掉不少啊，但是目前的重點是在於清淤與環境改善啊，作物只先種植在地面，往上立體式發展的話，其實就還有不小空間。而要搬下這些粗竹管，很多人會以為短的竹管比較好搬啊。如果是要用搬動的方式，是這樣沒錯啦。但是若是用拆解的角度來看，其實短的還比較費力啊。長的竹管若是善用支點，反而是更輕鬆也更安全。這些粗竹管上方的鐵釘還算容易拉起來，這樣擺放後，感覺中層也多了發展空間，甚至離校長朋友說的可以搭床了。最後的蝴蝶效應來，小孩子回來想要釣魚了，還說要用大桶子裝魚，這是自認為釣魚天才嗎？其實主要想要進行機會教育的是，如何快速拆下肥料袋的車縫線當作釣線。謝謝收看。